那个咕噜要进去那个礼堂啊，那些学员堵在门口那边喊叫，全部好像看到那个明星这样。这个到底是学习东西呢，还是其实还是一个宗教？投资是生活的一部分，投资不是生活的全部。太多人因为追求主动投资，而把投资变成了生活的全部。年轻人呢，就一定要本业为主，投资为辅。如果有自己的闲钱的话，我比较建议的说，就是把这闲钱放在这个，毕竟它的回报都会比 EPF 高。被动投资的话，一年可能就是需要你1个小时的时间，大概看一看，然后每个月固定的去投资就好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存不到钱？太多的诱惑跟欲望。人啊，是我们自己思想的产物来的。你的思维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会影响到你的结果。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永达，你能简单的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的名字是永达，我是这本书的富足理财的其中一位作者。我们的笔名是林达夫妻。我本身自己呢的本业呢，就是在经营这一家会计事务所，我是那边的合伙人跟创办人。然后我在这个领域啦，就是理财投资这个领域，就包括我自己的本业的话，已经有超过15年的一个经验了。其实很多人呢，可能都已经看过你的文章了。你的部落格叫林达夫妇的慢富日记嘛？对，没错。其实有蛮多的一个忠实的读者。之前永达你跟我提过，就是被动投资其实98%是胜过主动投资的。对，这个是有数据可以证明的一个东西啊。还有一个永达你讲即使是3000块的薪水用你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累积到100万的一个财富。对，没错。像永达，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了讲到股票投资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 myth 像主要有3个 myth 永达，等一下我们先 go through 这些 myth， 你来告诉我讲说这些是事实呢还是它是 myth， 然后 after that 我们再 come back down。 可以，没问题。第一个 myth 很多人他认为讲说投资股票是有钱人的游戏来，就是如果打工族3-5千的薪水要累积到100万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还是它是一个 myth？ 它其实是一个 myth。这样第二个很多人就认为投资股票很复杂，你一定要懂得看财报你要懂得去分析公司的前景要会看很多数字才可以赚到钱。这个是 myth 还是真相？这个我给的答案会是双向的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投资股票你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一直盯着盘，整天在那边盯盘，然后你要对着台面进，要一整天在那边 trading 才能赚到钱。这样这个又是事实还是一个 myth？ 如果以你刚才说的话，这是会是技术面的一部分。这一个是一个事实来的。这是一个事实。对于技术面来讲。对于技术面来讲。 OK， 这样我们 come back 了。刚才讲的第一个 myth 就是投资股票是有钱人的游戏，你讲是一个 myth， 为什么呢？我们先看回去何谓是股票。股票的意思是说是有钱人，或者是说中产阶级，或者甚至是没有钱，只要你有闲钱的话，是大家可以把那个资金合起来一起做一门生意。上市公司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看我们看回去马来西亚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他在一家上市公司里面，他就是有钱人的也有在里面，就是中产的也在里面，或者说他没有这么多钱的也可以投资在里面。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有钱人的一个游戏，它的主要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基本 fundamental 就是说大家合资去经营把一门生意交给一些专业人士去经营，然后公司赚到钱呢，就大家就分股那个 dividend 就是大家把那个 profit 分去，这样其实每个人就根据自己投资那一部分去赚。我们再看回去那个就是比较现实，我讲一些例子啦。我们以前老人家那一代就是可能公公婆婆或是甚至我们父母的那一代，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些例子的，就是 public bank。 其实在 public bank 之外的很多投资者他们很多都是通过 public bank 就长期拥有 public bank 这家公司而致富。我给你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子吧，你看就好像 Brian 我问你你喜不喜欢吃那个 Domino's？ OK Domino's 对吗？以前进来就是我还记得可能是10年前15年前 Domino's 进来的时候是我们就哇很新奇美国的一个披萨因为我们是吃惯披萨汉的，所以你看回去我拿回那个例子来讲，2010年的时候 Domino's 披萨在美国的股价是大概10块钱美金。到了今时今日就是2025年了，现在的这个价钱它已经是来到大概400，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420多块。420多块，可以看到这15年的时间因为它这个公司经营得当它从一个
10块钱来到了一个420块，这样那边就有一个42倍的增长。这样如果我们长期在这15年的话，我们相信这家公司，我们投资，坚持这15年的话，其实无论你的那个薪资有多快多高的话，其实都有机会累积的一个100万的。再给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 myth 为什么就大多数人会有这个 myth， 就是年轻人尤其是年轻一辈，因为他们刚开始出来工作的话，他们薪资不高他们会觉得我要累积一个100万到底要用多久？我给一个例子，如果你的那个薪资是5000块，你存一个18%就是500块一个月，你要存一个2000个月，你才可以就是达到这个100万的这个 threshold 但是其实就是这个是认知上的一个错误了。我们要相信，因为在投资方面就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复利。复利的话就是 compounding 就是所谓的利滚利的。所以我们的资金在投资over the years 就是10年、20年、30年，我们的资金会利滚利。同样的，我们自己的本业，我们一开始可能薪水是3000、5000块，但是过后我们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提高我们的能力的话，我们的那个薪资或者是工作的收入或者是创业的收入也会慢慢的相对的增长，所以它也是复利的一种。所以投资的复利再加上本业的复利其实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努力的人其实在马来西亚的话，是你单单只是靠打工的话，也在马来西亚累积100万其实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只不过就是说很多人没有真正去算。这样永达你讲的这样就来到第二个 myth 的部分了嘛。讲说就是要投资 Barbie Bank 也好，或者投资 Domino's 也好，这样他也要眼光很准，要懂得去分析要懂得去看要努力去看彩票。可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是双向，也是你有自己的一个方法嘛，对吧？刚才你提到是被动投资，这样双向意思是说，即使他没有这样厉害分析，没有这样厉害去看这些数字财表，他也是可能可以做到你刚才提到那个可能170万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是怎样？关于到这个 myth 的话，就是我们通常就是讲到投资的话我们的正确理念都会一直讲我们应该要去看基本面所以基本面的就包括去分析公司的生意模式看那些财报包括我们去看行业的发展所以这一个的确是一个事实。当你选择主动投资的话你的确是会需要花很长的一个时间去做这个研究你才可以得到一个可能相对好的一个结果但是我刚才讲它未必是一个事实，这样我们就看另外一面。就刚才Brian 有提到的，就是说5年前我从主动投资就转去了被动投资恰巧这个被动投资给我看得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通过这个被动投资我们其实也不用去看这一切东西了，我们只是要做到一个自律，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这么投资在一些被动投资的一些标的，这样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得到。我到这个等一下我们再去深入去谈一下这个被动投资的一个部分。这样第三个 myth 就是有些人他讲 OK 基本面他可能他不看，他 prefer 讲说maybe 我听一些 tips 每天大家看嘛时机对我就冲进去已经 breakthrough 了嘛，他就进，然后或者 intraday 这样子的 trading 这样子是不是一定要这样辛苦还是其实也是可以用被动投资的？这一类的会是属于技术面这一类像技术面是包括什么？就是我们常讲的就是看图表然后看一下几时进场的 signal 几时出现就是说他不会怎样去看公司其实他的生意模式是怎样完完全全就是看图表来做一个交易，所以我们也不会称他为投资者这一类型的我们会叫做投机者，因为他是快进快出的他主要就是赚那个价差。这样这一个如果要单单靠这个为生的话第一你看得到的就是我公司这些图表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大家千万亿几亿个投资者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图表不会是轮到你控制的，所以你能做的你就是一直要去盯着那个图表，一直要盯着这个盘需要花很多时间对，所以它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我们再看回去，其实那些很成功的不是说没有，就是万中无一啦。我只是说我觉得1万个人可能就跑出来一个，他们的那个为什么会交易成功的确他们真的是可以讲是废寝忘食可以讲是废寝忘食，就是早上醒来也看盘，
然后吃饭也看盘，工作也看盘，晚上也看盘，或是他们full time是看盘的，然后他们才可以达到一个投资的，就是那个赚钱的这个效果。但是你想一想，这个技术面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啊，适合一般就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大众吗？我自己的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不适合。就是它可能会影响到主业，对，没错，要花很多时间。也不只是主业，就是你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会被这个影响。就是如果他缺的是美国，他晚上不能睡觉。对对对对。讲到投资，可能很多人就会心里会想啊，这样其实我要投资，我不一定要投资股票吗？我也可以投资房地产吗？像永达在你的角度看来了，投资股票和投资房地产哪一个比较适合年轻人呢？像房地产跟股票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很可能就是说的，就是房地产第一，它的资金是需要大的，对吗？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认同的。第二的就是房地产可以通过杠杆，就是说跟银行借钱来放大那个回酬的效果，我相信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股票的话，通常我们就是拿自己的闲钱去投资所以它就没有杠杆这个方面的存在哦。这样 OK， 我想我们要看回去的就是这个杠杆它是一个好处。它可以放大你的资金的那个就是说赚钱的这个效果，但是它杠杆它恰巧对年轻人有一个不利的地方，这个我需要重点讲一下的。你看一看，年轻人他们刚出来工作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那个方向都还没有一个确定性，是但是他们会听说因为投资房地产可以杠杆，所以他可以赚钱很快。所以他就去投资房地产了。其实我看到很多就是社会年轻人，就是因为听了别人这么说，他们走去投资房地产，在他们的本业都还没有确定方向的时候，他们就先去背负一个长期的一个债务的一个 commitment。这样的话其实会造成他们心态上的改变的。我对于打工的人来说的话，如果还有任何想要职业上的改变的话，他不敢，因为他背后有一个 commitment。对于创业的人来说，他要大肆去发展，或者是说他需要去资金去发展，或者是他去做任何的那个商业的决定的时候，他也可能不敢，或者是说担心，因为他背后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承诺。所以如果以我个人来讲的话，是年轻人针对是年轻人的，在你还没有确定和定下你自己的本业的发展之前的话，我是比较不建议就是投资在房地产。这样我很好奇了，你以前你看我们提到你以前是主动投资前10年，而后来为什么你会从主动投资换去被动投资？就这个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转变呢？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一个改变呢？ OK， 我讲一讲就是我过去了。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投资的经验也超过15年了嘛，所以我们再看回去的话，就是可能15年前 OK 我们的一个投资环境它是主要的还是在投资在马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的就是交易平台都是没有这么方便。就是说我们要汇钱去美国的话，第一就是它的汇率，就是考虑到它的 transaction fee 转钱去美国的话是一个相当难的事情第二的话就是它的那个 channel 就是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在以前投资的时候都会把那个注意力放在马股。像马股的话，我们就一定要做很多那些基本面的分析所以刚才有讲到的，如果要做很多基本面、技术面分析的话，其实你看以前我就是工作回来就是在工作的时候，我也开手机看股票的价钱。我在吃饭的时候也看，我在跟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我也看，我在陪我的当时的女朋友的时候，就是小玲就是我的太太，以前那时候我也是一直在看，就是我会看新闻看报价就是看很多的那个市场研究就是这些种种，我想回去的话其实它是对社会完全是产生不到一个正面的，就是所谓的价值对吗？我这些研究都是只是对我自己就是要累积财富，但是它对社会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一个东西来的。所以其实更好利用了。其实为什么会转去被动投资其中我就会去看回去，就是说被动投资的话它就是1年可能就是需要你1个小时的时间，就分去12个月，就大概看一看，然后每个月固定的去投资就好了。这样你看我们人就可以把时间花在陪好老婆陪好孩子陪好爸爸妈妈
然后把工作做好啊，然后对社会做一些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啊，他就是所以把本业做好才是最好的一个对社会产生最大价值的一个东西。所以自从那一刻开始哦，我就决定了，就是完完全全把我的投资从主动投资转去被动投资。永达你讲的这一个点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注意到的一个细节部分，因为很多心思可能会花在那边，就可能不要讲影响主业，可能影响到人际关系可能就因为那个影响到心情影响到你做事情，所有东西其实都会影响到身心上对对，没错，这也是一个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掉的一个事情。还有的就是为什么会从主动投资转去那个被动投资其实我有发觉到一点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人生就是投资上，我就是讲投资这一块啦，我就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什么东西是可以控制的，就是说如果你看现在年轻人他就是我投资我一直去追那个很高的那个报酬率，它就会造成一个影响，就是讲我的心思一直去放在不可控的一个因素上面，就是在我累积的财富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直放在那里。其实更加可控的地方，其实应该是放在你的本业，因为本业才是你可以控制你的能力去到哪里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你个人的，但是报酬率的话，它是市场千万个投资者去决定的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就造成是说其实人生那个幸福感要高的话其实你应该要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一个可控的一个地方上面。这样说到被动投资的话它就我这里要提的啦，我们所谓的被动投资就是它的投资工具是会注重在那个 ETF。 什么是 ETF 呢？永刚，你可以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其实 ETF 它的 full name 叫做 Exchange Traded Fund。Exchange Traded Fund 其实它就是一个可以在交易所上面买到的一个共同基金。OK 对共同基金。所以我们看回去，我们传统的共同基金就是过去100年的共同基金，他们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我们投资者把钱集中，就是交给那个基金公司，基金公司他会请 fund manager 来帮我们管理这笔钱，然后 fund manager 他们就做很多的研究，他们会决定把那个钱投进去哪一个公司。就像我们散户这样，我们做功课，我们决定去投进去哪一家公司这个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主动投资。主动投资除了说我们自己本身去做研究投资之外，其实我们把钱交给 fund manager 去做主动投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主动投资。但我们看回去这个 ETF 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 ETF它背后其实我所谓的那个被动投资，它就是讲的就是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就是说我们把钱投资在一个指数上面。像什么是指数呢？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指数基金就是 S&P 500。像什么是 S&P 500？就是美国它为了就是衡量它的市场，就是它的那个经济或是股市的市场好还是不好他们会筛选出就是美国里面最大的500家公司。他就把这500家公司根据它的市值放进去这个指数里面。而我们投资这个 ETF 其实就是把钱交给这个 fund manager， 然后 fund manager 它是被动的投资，就是说他不需要去做任何事情，他只需要看这个指数里面哪一个成分股大小，他要跟着同样的比例把这个钱投资在这个 S&P 500里面。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ETF。 这样这样投资 ETF 跟我直接去投资 Unit Trust 那些 Public Mutual 这些 funds 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操作上来讲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那个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是它个 Mutual Fund 的话就是 Unit Trust， 我们所认识的 Unit Trust 的话，就是我们把那个钱交给基金经理，就是 Fund Manager， 他去做研究，然后研究了哪一个公司是他觉得是好的，他就去投资。对吗？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其实我们投资人在那个 Unit Trust 的话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大众投资在很多时候赚也不知道为什么赚，亏也不知道为什么亏。
哦，它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后面的那个投资标的全都是 fund manager 说了算，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去看，我们问我们的代理的话，很多时候他们也不知道那个 fund 背后其实是投资些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做这个决定去投资这个东西。那我们再看回去这个 ETF， 刚才我说的就是它是一个其中一个被动投资，就是被动投资的一种。那 fund manager 它是没有决定权的，就是指数里面有什么公司，指数它的成分股的大小的比例是多少，那个 fund manager 就要跟着那个比例去投资。OK， 这样这两个投资的方式会造成什么不一样的差别呢？就造成在资源上的消耗就不一样。因为你主动投资的 unit trust 的话是它需要 fund manager 去做很多的研究，这全部是成本来的。OK， 然后我们这指数基金就是 fund manager 就是看着那个指数去做投资，它完全是不用太过动脑筋去做这方面的投资了。那在 ETF 来说的话，它就会有成本上的优势。我举一个例子，就如果我们通过本地的那个基金公司去投资外国，就是我们所谓的 foreign fund management fee 来说的话，是在马来西亚的话，通常应该是要 1.5% 到 1.88%。就是说你100块的话，你有100块的钱在里面的话，你每年要给1.8块钱给那个基金公司。但是在 ETF 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是不需要消耗资源做太多的研究的话，好像我刚才说的 S&P 500这个指数基金的话，它的那一个成本就是它的那个 fund management fee 它就只有 0.03%。所以这个差别就差了整整有60倍，如果跟 1.88% 比较的话。所以长远来讲的话，如果我们一般人做投资的话，长期的一个投资的话啦，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即使他们两个基金经理做出来的回报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每年拿你 1.88%， 另外一个只是拿你 0.03%， 你复利下去的话其实到30年后35年后，它是最后的结果是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而且普通的基金的经理的 performance， 好像永大刚才提到是根据他的分析，就是如果他分析的不好performance 不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很难去追究到底为什么，反正是没有去分析，根据大指数来去看的话，反而可能比较安全，是这个意思吗？对。像永大我们讲到股票投资就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巴菲特像巴菲特对这个 ETF 的看法是怎样呢？他本身有投资 ETF 吗？对，这个其实要讲一下的，就是巴菲特大家都知道啦，就是就是我们的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投资者所以他的主业就是靠投资嘛，就是收购公司，让别人去经营他就是做很多的这些研究分析的这个，所以他对于这个ETF 的看法OK， 我先讲回，就是我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提到这个 ETF 了。1993年他在他的那个股东的信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一般的人就是如果人业余我所谓的业余投资者如果我们单很被动的去投资这个 ETF 这个指数基金的话到最后它的结果出来的它会大多数都会就是会比主动基金的经理的那个效果那个成绩还要好。这个是1993年他有说过的，然后2013年他有再重复提过一次这个东西，他甚至有讲过的，就是说当他走了之后他会给他的那个遗产的那个受托人，他就给他一个指示，就是说他 90% 的那个遗产他会投资在 S&P 500，然后他很有信心的告诉我们，就是说他投资在S&P 500的话是他接下来的 performance 就是以后的 performance 都是还会打败那个主动基金。为什么我会讲他会打败这个主动投资的呢？因为这个 ETF 它有一个机制是很多投资工具都没有的so far来看我是觉得是唯一了。OK， 这个机制就是说纳入强的公司，淘汰弱的公司。OK， 我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所谓的 S&P 500，就是说美国当今最大的500家公司嘛。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或者说50年前有科技公司吗？很少，非常少。以前50年前可能是工业股是最大的一个板块，但是来到50年后的今天，就是被很多大公司，我们看回去，全世界最大的那几家公司都来自于科技股。这样可能再多一个10年20年，有可能是 AI 股。看到吗？就是我所谓要讲的，就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变化是，它都会随着时代去改变的。所以同样的，这些公司是它会随着时代，一些公司它会被淘汰，一些公司它会越做越强，然后时代一改变，它又再被淘汰。所以 ETF 它最好的一个机制就是这个纳强汰弱的这个机制，就是说，他们会有一个委员会啦，就是因为他们美国他们一定要筛选当时代最强的500家公司来代表美国的经济嘛，所以他们就会一直做筛选的，就是看到一些公司开始变弱了，他就把它淘汰出去，然后一些公司爬上来了变强了，他就把它放进来这500家公司里面。所以这一个机制会令到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接下来的20年30年的投资，我们的每一笔钱呢，都会投资在那个时候最好的500家公司。所以为什么巴菲特他会这么有信心，会就是选择被动投资，是会觉得打败了这个主动投资。第一，刚才有讲的就是成本低；第二的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机制会令到我们一般大众，包括巴菲特，他很放心的把钱放在就是长期放在这一个投资标的上面。所以即使是巴菲特，他也认同 ETF， 是在1993年和2013年都有提到他的看法了。对，所以听众也是可以去 fact check 一下这个东西。对，没错。刚才我提到的就是那个 S&P 500嘛，就是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它是一个指数啦，就是500家。然后它就可能马来西亚的观众或者投资者，他对这方面没有太熟悉，因为毕竟在美国就是世界的另一端他就没有太过熟悉。那我就拿马来西亚的一个来做一个比喻了。像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我们有 KLCI 综合指数，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指数，它就包含的就是马来西亚就是30大的那个公司嘛。就是很多银行股在里面，我们都知道的。像 S&P 同样的，它其实就是包含了那个美国的500大。像它里面包括些什么公司呢？就包括说我们的周围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的 Microsoft 我们的 Apple 我们的 Google 我们看的 Netflix 我们去的 Disney 我们喝的可口可乐我们用的 Visa 卡 Mastercard 这些就是我们周围都用到的服务跟产品都有在这个500大的公司里面。OK， 然后我们再看回去，就是说为什么巴菲特他会这么的认为，就是说甚至我自己的理念我也是认为被动投资会胜过主动投资了。其实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认为，其实是有数据的。我们的 S&P Global 如果你们上网看的话就是上网去查你们可以 Google 一个叫做 SPIVA 的 SPIVA OK， 它是一个网站它就是去追踪世界上很多那些大的市场是他们那些主动基金经理的表现。OK， 我去看的那些数据就是过去的10年有很多市场有接近或者是甚至超过 98% 的那个主动基金它的 performance 还输给那个指数对，这个我相信我认为观众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网站，这个是蛮值得我们去看的一个数据，这样就会加强你在被动投资的一个信念跟那个信心。这个永达其实这个 ETF 在市场存在多久为什么在马来西亚不盛行呢？ OK， 这个 ETF 讲到它的那个发源OK， 它其实就是从美国那边开始的。其实指数基金早在1971年就已经是有了的第一个指数基金它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很伟大的一个我们讲就是先驱一个投资的先驱，他的名字叫 John Bogle 也可以 Google 去看一下他的生平的。他主要就是想他要把多数的回酬放回进去投资者的口袋，所以他创立了这个指数基金，就是为了拉低他那个成本，拉低那个投资的成本他就是会把多余的就是多出来的这个回酬全部放回去投资。
如果你讲到 ETF 来说的话，是它真正去就是指数基金是没有上市的，然后它变成去 ETF 变成一个上市的指数基金是在1993年，那是第一个指数基金就是 S&P 500。对，其实指数基金就是 S&P 500开始的。OK， 像为什么刚才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马来西亚它不盛行呢？这个就要讲回去一些就是背景啦，马来西亚的投资背景啦，就是第一就是我们的投资对于美国这方面投资的那个知识现在还不到位，主要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都是还是比较放心的把我们的钱投资在马来西亚的公司，因为就有经常看到嘛，但是其实你再想回去，其实我们更常看到的是美国公司的那个服务跟产品，只是我们因为美国离我们远所以我们是没有什么机会去接触的。然后第一个我要讲的这个原因其实你再看回去为什么 Guru 为什么我们 Guru 他不会教育不愿意去教育 ETF 这一块的这个投资工具？OK， 我们首先要看回去那个教育的那个教育本身它是一个生意，这样生意它一定要有一个可以长期 work 的一个生意模式 ，OK， 所以对一个投资教育的领域来讲，怎样的模式是可以长期 work 的 ？OK， 我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一个 work 的教育长期模式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这样我们的大众才会对 Guru 产生一个依赖性。然后我们再看回去因为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意 ，OK， 那我们看一看，如果它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呢，通常老师就会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教给你，因为对他来讲是没有利益的，他最好就是把东西越简单，你就越容易学得明白。但是相反的，当这个投资教育变成是一个生意模式的话呢，是没有办法的。Guru 它的唯一的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它的生意可以经营得下去，那他就一定要把这个投资复杂化。他最好的就是告诉你说，投资其实是很复杂的，你要这样，我有这方面的知识，你要跟着我学习。然后这个知识是会随着时间，它会有更加进步就是更加不同的一个方式，所以你要长期跟着我，这样我就可以长期推出的一系列的课程让你去报名上课但是我们再看回去 ETF， 刚才我说的 ETF 就是它是被动投资，它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每个月定期定额就投资在那个就是世界就是当今就是美国最好的那500家公司，它其实什么东西都不用看。简单来说的话，如果一个人要学习那个 ETF 的话啦，他大概可能用1天的时间，他已经是学了1世人可以用的一个投资方式了。所以你再看回去为什么部分盛行，就是 Guru 看到这一块，他就会说，我1天教完了就没有东西再可以继续教了，对他的生意模式是一个打击来的。所以在马来西亚的话，你可以看得到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推广这个 ETF 啦。然后再加上 ETF 在马来西亚的风气，我还是说毕竟还很新，就是没有太多人去做这方面的宣导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它是会越来越普及的。就是市面上的 Guru 可能他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对，所以比较有利可图了。美学这个东西可以教很久的，这个意思啊。对，这是肯定的，这样永丹，你是怎样去看待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投资 Guru？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去相信这些 Guru 呢 ？OK， 我先讲一句我的总结啦，就是我对市场上的投资 Guru 大多啦，我不是讲全部，都是会保持着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的。这样为什么呢？大多数的这类型的 Guru 它其实就是看准那个大众的一个心理了就是说，他们要投资，但是他们并不会，所以。因为大多数我们再看回去大众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们对我们自己不熟悉的东西我们是希望找一个有权威的人士去 follow 的。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得到身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就会造成就好像我拿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我不是医生，我身体出什么毛病的话，我其实也是不懂的。我也只是医生跟我说什么，就是我听什么，他跟我说做什么手术，我就做什么手术。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不会投资，所以我要 follow 一个 Guru。
然后咕噜看准这个心态的话，他们就会做成一个类似一个教派啊，你明白吗？就是他是教主，然后投资者就是他的学生，其实全部是他的教徒啊，就是他会慢慢去削弱你的那个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就听他说了算。听他说了算，所以你看得到我为什么说我会对马来西亚的这些投资咕噜，甚至是其他什么成功学的咕噜都有一个负面的那个印象，是因为你看得到他们所做的一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的咕噜就是他出产还要讲排产的，他身上全部要穿名牌的，然后要有豪车啊、名表啊，然后在 social media 里面就要一直 post 他跟什么什么大人物合照啊。然后我甚至还看过一些很夸张的，就是看了我都觉得有一些蛤蜊，就是说，在那些豪华酒店上课，然后那些学员堵在门口那边喊叫，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咕噜要进去那个礼堂啊，哇，全部好像看到那个明星这样的在那边呐喊，我看了就，我觉得这个到底是学习东西呢，还是其实它是一个宗教？它已经是变成一个类似一个宗教了的，所以。我是看不到他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做法可以对社会产生多大的一个价值，或者甚至说是有时候我看了我也会觉得，就甚至说，这些学员对待他们的咕噜啊，对待他们的父母都不懂有没有比咕噜好，就有一点洗脑的概念了。这样，当我们聊了到现在了 ETF 啊。所以其实可能听众他也会有一个好奇啊，这样 ETF 啊，其实它回报率大概会是怎样 ？Let's say 我们用比较熟悉的方式去讲，就是 Let's say ETF compare to EPF， Let's say 我们投资这个和投资这个，10年、20年下来，它的回报差别大概会是怎样呢？我们如果要真正比较 EPF 的话，其实它也不能完全的放在一起比较啦，因为 ETF 它里面的投资标的是有很大部分是对。的确是来自股票，但是它也很大部分是来自那个固定收益的一些投资工具，例如我们的政府债券啊、公司债券啊这类型的，或者甚至是 ETF 它也是有 own 那些 building 来收租啊，这些是固定收益的。而 ETF 它背后纯粹就是投资生意，就是投资刚才我说的 S&P 500的话，就投资在那500家公司里面，所以你看得到的就是 ETF 它会比较是一个安全性比较高的。所以它的投资的那一个，我讲回抽吧，我们做过统计的，大概平均都是会在6% 左右。而我们看回去这个 ETF 的这个回抽的话，我不讲其他，我就是讲那个 S&P 500这个 ETF 的话，它就是介于大概8到10%，长期8到10%的所以我都是会比较建议的是说一个正确的投资，我们就尽量去分散了，就是会。把一部分的投资会放在 ETF 打工的肯定不用讲了，就是肯定会有在这方面的投资的。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如果有自己的闲钱的话，我比较建议的说，就是把这闲钱放在这个 ETF 毕竟它的回报都会比 ETF 高。这样可是我们你讲 ETF 这样好啊，其实老实说，你是不是要卖课程的？在上2个问题有说到嘛，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咕噜它都不宣导 ETF 的这个投资工具是吗？所以同样的，如果我是要卖课程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很糟糕的生意模式来的就是对吗？就是我教了1天过后其实就没有以后了。其实我分享这个 ETF 的主要的那个目的啦，其实是我可以简单来讲是一个个人的成就感因为你看我们当今社会就是3餐温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当3餐温饱不是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去追求自我实现。追求自我，我就问我自己，这样的话是我要追求我自我实现的话，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做的？这样毕竟我是在投资理财那一方面的，就是比较有多的经验和研究所以我是想透过宣导这个 ETF 把这个价值传播给社会那社会它可以就是我们的一般大众的话，可以真正去认识怎样去把投资做好，然后怎样去把生活过好。因为被动投资本身就是为了把生活过好的嘛。我一直有说的，其实投资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不是投资不是生活的全部。但是太多人因为追求主动投资而把投资变成了生活的全部这样你可以看得到的话，
就是其实很多人有焦虑啊，有忧郁啊，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没有在各方面有平衡，就是你的生活啊，你的工作啊，你的收入啊，你的健康啊，你的家庭这人际关系啊，这方面全部做到一个平衡。所以如果我要宣导这个 ETF 的话，我有一直去想要怎样才可以做得到。当然就是出这一本书是其中一个方式，然后再加上我其实有不定期的做那一个所谓的慈善被动慈善 ETF 那个学习会慈善 ETF 的学习会就不定期的举办了没有一个 fixer。然后其实更多的是我想要透过这一个面对面的一个宣导，来把 ETF 的这个工具是这个知识就是传播给马来西亚更多的年轻人跟投资者。永达，你刚才提到那个慈善的一个分享，那我maybe我们后面再讲这个部分呢。这样永达，你觉得啦，如果讲说一个人他觉得ETF 这个工具不错，对于他蛮适合，回报蛮合理也不错，然后风险又可以在他觉得OK，我不需要花更多时间去做这个东西。但其实这个讲说 ETF 的一个投资来说啦，其实会适合女性。你问这个问题问得好了，其中一个原因我宣导这个 ETF 的是，其实多多少少就是为了就是社会的，也不是说为了啦，就是我认为对他们社会的女性是有帮助的。我们看回去就是或者我们看回去我们身边的女性朋友，其实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很多女性朋友，她们都是趋向对投资来讲的话，她们都是比较趋向保守的很多可能说就是股市不适合我啦，因为风险太高啦。然后我看不懂然后所以他们会其实很多我们看得到的，他们会对另一半产生那个依赖性就是说投资的事情我就交给我的男朋友或是我的丈夫去做。其实我是蛮鼓励，不是蛮鼓励，我是100%鼓励女性去把自己把理财投资这一块学起来。这样原因为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我们看回去以前的女性就好我妈妈那一代的话是他们把那个财务的决定权放给丈夫，就是可能我爸爸啦，然后10年、20年、30年，他们就是这样过的，就是任何的财务决定都是由他们的那个男性的另外一半去做任何的一个决定，这样它会形成一个这习惯就到最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女性当他们老的时候是他们就是一直去 complain 他们的丈夫 complain 他们的那个男朋友的就是他们自己也没有去主动去就会 complain 就是会 complain， 应该是这样讲 OK 呢。然后第二来讲的话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当你太过依赖于另外一半的话是它会有一个长期就是以后会有一个风险。我给你一个例子去想一想就是你想想看如果男性他是一个司机驾巴士的，然后女性呢她是一个学生，就是坐在巴士里面的她只是一个小学生。但你想一想看如果有一天当司机走了之后他要把那个方向盘这个财务的方向盘交给他的太太另外一半，你觉得身为小学生的那个太太对财务完全没有一点认知跟知识的话，他怎样去控制这个巴士所以为什么我是蛮鼓励说女性就是应该要自己掌握理财投资这一块。所以为了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宣导的一方面就是要推广这个 ETF， 因为我认为 ETF是对任何人尤其是女性是最好的一个投资工具。这样永达这样我好奇这样 ETF 你刚才提到你有提到外国有指数，马来西亚也是有马来西亚指数，这样你会建议投资国外还是国内的呢？应该就这么看我也没有说要建议一定要100%在国外100%国内了，我是比较主张就是说分散投资了。OK， 我们看回去我们的马来西亚背景，刚才有说了，我们大多数的那个投资者他都会比较倾向于马来西亚的股市。这样你看马来西亚就是这么的一个岛国占就是全球就是很小的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再看回去，我拿一个例子比较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讲 OK， 我投资在Berjaya Food， 这样我们知道 Berjaya Food 这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一个上市公司对吗？它有的就是那个Starbucks 的代理权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最近的那个杯葛 Starbucks 啊，就是2年前开始的杯葛 Starbucks 这个运动一开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接连的一直在亏损。所以如果你把投资啊只是单单 focus 在 Malaysia 的话，你就有这个国家性的一个风险存在的。这样我再拿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把那个投资是投资在全球化的一个公司，例如你投资在 Google 啊，你投资在Starbucks 啊，你投资在 McDonald 啊，你投资在 Visa Master 啊，虽然他们本身是一个美国公司，但是他们是做全球性的生意，所以无形中你就把你的那个风险就是跟它分散去全球的。就拿那个 Starbucks 来讲的话，马来西亚杯葛 Starbucks， 但是其他国家的那些人民还在消费着 Starbucks 啊，他不会因为马来西亚人不喝 Starbucks， 其他的国家也跟着不喝嘛。所以你把那个风险分散去全球，所以这个我是看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你看 EPF 来说的话，是我们本身打工的，如果打工的话，是我们本身每个月都已经是强制性的把我们一部分的那个收入放进去了 EPF， 其实对我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因为 EPF 很大部分的资金都是留在马来西亚的股市里面，那我们有多余的钱，我们就分散去 ETF。OK， 那 ETF 它的投资它是用美金的。另外一个方面我要带出来的那个讯息就是说，我们除了要分散我们的那个公司的就是企业的风险之外，我们要分散我们的货币的风险。如果我们把全部资金都集中在马来西亚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我给大家一个数据我们过去的15-20年就是我们看回马币它对于其他的那些货币 ，OK， 国际就是美金啊、欧元啊，对于泰币对于新加坡多勒全部是呈现一个贬值的一个状态，而这个贬值也不少，它是趋于到30%，有可能甚至于去到40%所以你看我们一生人的那个理财如果我们只是单单把全部的资产都集中在马来西亚的话，会不会有一天这个大家要思考一下，会不会有一天到老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累积到一笔财富，但是因为随着货币的贬值，会让你的购买力也不会相对的增长。那有可能以后就是说，你可能想着，我退休了，我要出国旅行，也做不到了但是如果你会分散就是把你一部分的钱留在马来西亚，另外一部分的钱投资在ETF， 就是分散去全球你可以看得到的话，无论马来西亚就是马币走强还是走弱，你都有一个平衡就是 offset 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货币的风险减得最低我还需要加多一个点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其实现在企业就是国际的生意越来越没有边界感了。就是说外国的企业其实还要再进来马来西亚做生意也相对变得很容易了。我们再看一些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网上购物你看都是由外国企业在领先的，就 Lazada、Shopee 也好，这些都是在外国上市的一些公司来的。它一进来的话，它会造成对我们本地的企业造成一定的压力。所以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的投资也不能只是保守的守在一个马来西亚里，就是在马来西亚里面，我们应该要有更加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操作把一部分的钱分散去国际。这样永达，我们来聊一聊一些对年轻人投资的一些建议了。这样永达，其实你认为金钱观对一个人的财富有影响吗？绝对有很大的影响。OK， 我可以这么说啦，就是我们的人是我们自己思想的产物来的。就是结果就是我们经常都有讲的嘛，这个是一个道理来的，就是你的思维会影响到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就会影响到你的结果所以一个人的金钱观其实就是会对他以后往后的那个财务的状况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来的。举例来说，你看就是
很多人可能他们出生可能不是来自于一个很好的家庭，他们会一开始是他们就会想着，哎，我是一个贫穷的家庭，我很穷，我家里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钱的，所以他们一直会把自己限制于在于我其实是很穷，我没有钱然后他们做的任何一个决定就是他们会比较倾向于就是穷人思维，我所说的那个穷人思维所以即使那个穷人思维是不正确的，也是不正确，对他们长期是不好的，但是他们还是一直会陷在里面的，跳不出来。OK， 怎样说跳不出来呢？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复利或者说他们没有去接触复利这个东西他们也不相信积少成多因为他们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他们的一个榜样嘛，就是他们从小就看到爸爸妈妈怎样辛苦工作，怎样都累积不到财富，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思维，就是说我也是这样的还有另外一个这种金钱观呢，就是说我要讲的就是享乐主义嘛，跟一个长期的主义嘛。所以享乐主义就是说有钱花就现在花啦，以后不知道能活多长但是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这个就是他们的金钱观。那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很珍惜很享受当下，他们也没有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们的退休怎么办他们的健康出问题怎么办以后哪里可以找到那些钱去 support 他们的那个生活这些统统都不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的。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是一个人要怎样在财务做的就是好的话，是首先是应该是从他的思维正确来说就是他的金钱观那边先下手而且你要相信就是每一个年轻人要相信的都是选择权是在自己身上就可能他在生活，可能我们讲说是年轻人享乐主义嘛，或者他也要一个长远的，可能他需要取得一个平衡就是在享受当下的同时，也要一部分钱可能开始理财，开始去投资，让那个复利开始走起来了。对，这样我们看现在年轻人很多也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存不到钱月光族这样你觉得年轻人的消费观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吗？讲到这个误区绝对是有的。你看一看，我首先讲一讲我首先讲一讲的，你看一下为什么就是年轻人会存不到钱。其实你看一看我们现在的社会也是进入少子化嘛。以前我们爸爸妈妈年代，他们可能讲的理由就是说，我孩子很多所以为什么为了养育孩子，我其实也我们就存不到钱。但是你看回当今的社会在少子化的这些情况。再加上其实大家其实都三餐温饱都没有问题的，这样存不到钱的原因是在哪里？第一就是刚才有讲的，就是那个金钱观就是享乐主义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享乐主义这个情况出现呢？其实我们去看回那个大环境，我们生活在一个叫做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了。这样资本主义这个社会是它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要你消费。所以你看每个商家他会出尽全力就是想办法让你从自己的口袋掏钱出来然后他也是要让你相信的是其实物质就是等于幸福。所以为什么年轻人就是因为陷入这种陷阱他就是存不到的这一笔钱。我给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你可以看回去以前我们公公的年代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选择就是喝水跟喝中国茶但是我们看回去现在，因为随着那个环境越来越好那个生活水准一直提高，你看年轻人他现在就不只是限于水跟那个中国茶了他可以喝奶茶他可以喝优格然后那个什么茶姬蜜雪就是种种不同的饮料就是一直在创新所以这些产品这些新的产品通通就是会让年轻人掏出钱来买单的一个趋势来的。所以正常，我是觉得正常就随着时代的改变的话是年轻人越来越难存钱是因为社会一直在进步，就太多诱惑对，太多的诱惑跟欲望。这样可是我们看通货膨胀生活费越来越高，这样年轻人要怎样去对抗这个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每个人都懂，它是不会停下来的一个趋势来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担心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财富就是会担心说会不会就是给这个通货膨胀吃掉其实你看一看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其实
不需要太过担心那个通货膨胀，反而是需要担心的就是生活方式的通货膨胀。这样它跟一般的通货膨胀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一个例子来讲的话，就是我在书里面也是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刚刚年轻人出来工作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就是可能薪水2-3千块3-4千块如果在这个相对就是有这个 budget 之内的话，我们每天的用餐我们通常会去哪里吃用餐可能我们会吃杂饭我们会去茶室吃然后喝水的话可能就是便宜的饮料甚至就是中国茶就是2-3千块我们都是这种的一个消费方式。这样生活方式通货膨胀它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当我们的薪资一提高来到了可能7-8千块一个月本来以前我们可以用10块钱就解决一餐的，但是因为我们生活方式的那个通胀，我们就直接跳上去，我们用餐都是选择在餐厅用餐。像我们在餐厅用餐我们就知道的一餐可能一下来就是30块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就是希望年轻人能看到这一点其实那个通货膨胀究竟是一般的通货膨胀令你担忧，还是你自己本身生活方式的通货膨胀令你担忧？那英文就是 lifestyle inflation， lifestyle 就是生活水准的提高的 inflation， 而 lifestyle inflation 是自己选的，而是自己的选择来的。那怎样去战赢这个通货膨胀呢？这个就是只有一个罢了。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要站在有钱人的那一边。怎样去站在有钱人那一边呢？就是刚才有一直提到的，我们一定要主动去理财，积极的去理财，然后去做投资这一块。为什么呢？因为通货膨胀如果你很好的去利用它的话就是通过投资去利用就是通过投资的话你就是很好的去利用这个通货膨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货膨胀会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它公司就越赚越多钱，公司赚越多钱股价就会上涨，股价上涨的话成分股就是那个 ETF 如果它里面有这家公司的话也会跟着上涨，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个投资去解决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自己是完全不投资是一个通货膨胀的受害者变成是一个受益者。我就拿一个数据来讲你看一看的财富就是世界的那些富豪他们有 90% 的财富是来自于股票，有 50% 的那个财富来自于房地产，而我们普通人要做的就是站在他们的那一边，就是他们拥有公司我们也去拥有公司，这样就会很好的帮助我们长期就是成为那个通货膨胀的受益者。这样永达这样聊这个呢，就很多人可能会讲这样我不会投资我可以干脆不投资我就努力打工这样子，永达你觉得这样子方式可行吗？其实应该是这样看应该是这样看如果一个人是我先讲的就是如果你不投资什么情况下我会鼓励你完全不要去动投资。 OK， 第一就是你真的是你的思维就是认知就是说投资我是永远学不会的，因为你自己已经是固化了你自己的这个思维这样你接下来你做什么东西都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你本身就是相信自己是学不好投资这一块的。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会鼓励你不要投资。第二的话就是你会把责任放在别人的身上的人，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把钱交给谁帮我投资，我把钱交给可能 unit trust agent 他帮我去投资，他帮我去选然后亏钱的话我就赖他，你明白吗？他就是责任不在他自己身上的，总之就是我生活过得不好就是因为你的错你帮我投资亏钱如果有这种心态的人的话我也是建议他不要去投资，因为他完全就是对自己的财务没有一个责任心，没有一个责任感，这样的话他长期的结果也是会失败的在投资这一块所以如果你符合这2个条件的话，这样你就是好好的去打工算了，因为你放 FD 的话是不会饿不死你的。我看过反而很多
不会投资的人是这边亏一点，那边亏一点，就是通货膨胀啊。因为我们放在 FD， 我们通常都会讲的嘛，我们放在 FD， 我们怕通货膨胀来侵蚀我们的购买力嘛，这个是我们担心的嘛。但是我看到更多的情况就是不会投资的人，他们乱去投资，这里亏一点，那边亏一点，到最后通货膨胀还没有来得及让他们亏钱，他们先自己把钱亏到完了。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不好去投资。这样你问我，这样打工就是我在本业那边努力的话，可不可以？就是不要投资的话，其实我是赞成的。因为你看我们投资在本身的能力其实也是其中一个投资来的并不是讲一定要金钱的投资才是投资，你投资在自己的能力也是一种投资来的。OK， 我给一个例子，为什么讲你投资在自己的能力能长期也能战胜那个通货膨胀。 OK，let's say for example， 白你是一个真善的是一名医生，是一名医生，然后你很有你的那个医术是很高明的，然后任何的奇难杂症就是生病他们只要有人来找你，你都可以解决得到他们的那个问题的。你认为你的议价能力高吗？你的那议价能力肯定是高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需要到你的能力。意思是说呢，我要带出来的意思是说呢，你的那个收入也会相对的跟着通货膨胀一起成长对吗？所以只要你的能力高，其实通货膨胀对你没有影响的，因为你的那个收费也是会跟着慢慢成长的。所以你投资在自己的能力其实已经是足够了的，你也不用太担心讲一定为了不投资而焦虑，其实也不用焦虑，你本身有能力就是一个优势来的。那永达，我想问你如果一个年轻人可能他刚出来社会25到30岁，这样其实你会建议他先 focus 再去做好本业，提高他的赚钱能力，还是他应该提早开始去投资？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是我相信啦，就是很多年轻人他都会去想的，一出来如果是想要就是快速达到他一个财务目标的话，会想到去投资先的。但是这个我恰巧是要讲一些重点我先给你们看的就是一个例子了Let's say 是 for example 啦，他小明就是可能小明是你的朋友，他在一个科技公司工作，他在他的那个事业上面他遇到一些难题，就是一些问题他解决不了，遇到了瓶颈，会造成他升职加薪不能升职加薪，就是他的 income 会停在一个 level 就是收入不能增加的。那小明就来找你然后小明就问你我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办然后第一个版本你就会跟他讲小明，既然在你的本业那边你都找不到钱，你要提高收入其实很容易吧嘛，来学投资，我们学投资你看我们可以投资 Bitcoin 我们投资股票我们投资什么房地产或者是 derivative 那些什么一大堆的工具你去跟 Guru 去学习，拿一笔钱去交学费，学到了的话是技术面也好，基本面也好，然后你可以通过在投资得到的这些 profit 这些盈利来弥补你在事业上的这些工作的损失。这个是第一个版本 OK， 所以小明听了就很高兴就我很积极，我要去学习投资了。第二个版本你会跟他讲的这样听了第一个版本过后，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感觉哪里怪怪的我再给你第二个版本你就跟小明讲原来你在这个，因为他是在科技领域嘛可能在一些 technology 的知识那一边他觉得他还不够然后你就跟小明讲如果你在你的本业那边遇到这个难题的话，你应该去进修你本业的那个知识更上一层去进修这样你就会得到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能力的。这样随着你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话，你就会被升职加薪这样你的本业的那个收入就会越来越高。这样白我问你，哪一个版本更加合理？第二个了。第二个make sense 对。但是我们社会现在最大和最错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人都会跟你讲第一个版本。Guru就是其中一个行业他一直跟你鼓吹第一个版本才是正确的答案的。他不会跟你讲你应该把那个精神放在正业的，
有听过哪一个咕噜跟你这样讲的吗？是没有的，因为他们为了照顾自己的生意嘛。所以你看哦，这个社会是他用金钱，他用投资或投机啊来解决金钱上面的问题是本身就是一个错的方向来的。好，你的事业上面有问题，应该是 focus 在你事业上面的难题，然后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靠事业以外的投资去解决你事业的问题，对吗？一个朋友生意遇到问题啦，你叫他去把精神放在投资啊，他生意就一定是打包了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就是你看，我比较鼓励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呢，就一定要本业为主，投资为辅，就是 full time 在你的自己本业，就是 part time 去做投资，就是被动投资。刚才我讲的啊，这样的话是随着你的那个个人能力越来越高的话，是你会把你的那个本金滚得越来越大。当你本金滚得越来越大，即使啊一年的回酬只有5-6%啊，都会好过于你只有很少的本金，但是你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你看哦，100万赚5%，你得到5万。但是你只有10,000块，你赚，就算给你有能力在一个时候好彩赚到50%呢，你也只有5000块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哪一个是我们本身可以控制的东西，就是本业。所以简单来讲的是，就是投资啊，尤其是 for 年轻人啊，投资是指它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让你把你剩余的，就是你的闲钱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不要尝试让投资是取代你的那个本业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来的。那你提到这一点非常好，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不只是年轻人，他们在本业上，不管他是打工也好，在做生意也好，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去寻找出路。那同时市场上也存在很多诱惑啦，现在你可以这样子做，这样子去。不，很多时候他们会 miss 掉，就是应该先解决问题，而不是去逃避问题。对，没错。本业就是你的本盘嘛，你的盘，所以先 improve 你的 problem solving 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去增加你的赚钱能力，这个才是你真正你的 career 啦，20年30年，那个才是你的主要的那条路呢，那条线啊。对，没错。所以这个旁边呢，我们不要 mix up， 就是讲说投资它不可以影响你的生活，它是一个负的东西。你可以主动理财吧，被动投资。对，主动理财，被动投资，最重要的我所讲的就是投资是一个我们其实是千千万万，是全世界千千万万个投资者，我们只是里面的其中一个螺丝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误会了，我们掌控全世界，就是是咕噜才会传播，他会宣导，他会传输你一个思维，就是当你学会了这套过后你就掌握了投资。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真相是你无论掌握了多少知识，你只是千千万万个投资者的其中一个人罢了，就是代表投资市场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东西来的所以精神跟时间要花在哪里，我相信你自己心里的应该是有答案的。永达，你果然不适合当咕噜不过你适合当老师。对，我也是想当老师。那么永达，我们看假设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月入3000，他希望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用15年、20年的时间累积到100万，这样首先这个目标可达成嘛？然后永达，你会怎样建议他去实现这个目标呢？在马来西亚啦，要快速的达成100万的话还是我自己老实一句的话，可能创业是一个相对来讲更快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今天就不要讲创业了，因为毕竟我们也是需要承认的是，大多数的社会人都是就是打工族都是被居多的。像我们就针对打工族看有没有方法可以做到的。但是 before 我讲那个方法之前是，我先要承认的讲，这个东西，这些 advice 是发自我的内心的。它听起来有可能你会觉得切，原来是这样罢了。但是的确，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最有效的。OK， 这样你打工的话是这样我就会先要求你一定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规划，在你的本业那边做到你那个行业的顶端。做到行业顶端的意思是讲的是你有
你有那个相对的知识，再加上你有一些就是 soft skill。OK， 你看马来西亚你要找一个做工的人那是不难，但是你要找一个会做工又会讲的人那是很难，这代表就是 soft skill 的那个重要性。所以你要有意识的去提升，有几样东西的，就是你本业的知识，这个是一定要的就是要提高到就是那个行业的顶尖。第二，有3个那个 soft skill 是我这里就会鼓励你们去追求的。第一个就是 communication skill， 就是说话的能力，就是你在大众的面前 public speaking 你要会 OK。 第二的就是 organization skill， 就是你组织的那个能力，就是你带领一个 team， 或者是你有一个 deadline， 你怎样去组织那个 schedule， 你那个时间表去把东西完成。第3的话就是 problem solving skill，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价钱的，就是老板给你一个价钱的话，你就是要你解决问题。随着你的那个能力解决问题越来越高的话你相对你的收入也会跟着增加的。OK， 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啦，应该是 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是只要你有 problem solving skill 的话即使你离开你的本业去做其他东西你都很大可能性会做得成的，就是因为这个 skill 帮助到你。当你在你的这个本业做到顶尖过后，接下来是什么呢？就要开始去看这个被动投资了。就是说我不希望你花时间跟花精神在投资上面你把这些时间花在工作，花在陪爸爸妈妈，花在陪孩子，花在陪男女朋友这些更加是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来的。所以投资给他去被动就好了。OK， 这样要达到投资那边要达到有效果，因为它毕竟是被动嘛，你需要一个附加条件，就是提高你的储蓄率。就是说我们很多人会说的就是你3000块你存18%就是每个月存300块但是如果你的那个薪资是来到8000块10,000块一个月的话，你就不要去要求自己再存一个18%了。相对的，你应该把你的储蓄率提高去30%、40%，甚至是50%这样随着你的本金越来越大的话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说你的那个复利的那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这样因为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就是做工有可能就是一个30到4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慢慢的有人力资本去背我们的那个所谓的我们的 human resource 慢慢要被我们的 capital resource 去取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就会慢慢会进入佳境了的。然后最后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要100%的参与，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的人生，对吗？100%，怎样说100%的参与呢？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男生我们喜欢看足球比赛，对吗？像足球比赛就是一个 stadium 里面，就是有人在场里面踢球，就是我们所谓的 player， 我们的玩家，然后有更多的人其实是坐在场里面看足球比赛，对吗？这样你看这些看足球比赛的人他们除了看一段就足球比赛完了之后，他们就是除了兴奋之外，他们还会得到些什么？其实也就没有了。那些功成名就的全部是集中在玩家的身上所以你要问你自己，如果我要在这个人生里面我要达到什么一定的财务目标的话，我是要在旁边看还是要参与进去？像你要参与进去的话，你就要告诉自己我应该下一步要怎样去学老套的讲一句就是站在旁边看别人游泳，你会游泳吗？不会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你一定要100%的参与。这样永达，我们今天聊了这样多了，其实我也蛮好奇一下，你在投资的路上这15年来，有没有某一个建议对你在金钱或者在人生上有了很大一个改观呢？是有的，就近这5年，刚才我从那个主动投资变去被动投资嘛，其实我有掌握到一个的，就是第一个我先讲第一个啦，就是说独立思考的这个能力。因为现在资讯发达嘛，就是你开手机开电脑就是资讯一直进来嘛，所以你要有那个
独立思考的，就是说刚才尤其是说你面对到一些诱惑啊，包括咕噜给你的建议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会需要一个很理性的去分析，诶，到底他讲的东西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能力哦，就是可以帮助得到你的，就是说怎样说帮助得到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决定呢，只要我们自己是独立思考过的一个决定是啊，这样我们就是会对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怎么说呢？有一个责任心在那边，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决定是我们会，它无论它是好还是不好啊，我们都会全然去接受的啊。所以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因为我看过太多，就是会太多的就是它就是依赖性，就是在财务和投资方面，它就是倾向于依赖啊。当它依赖的话，它是幸福感人生的幸福感是一定是不会在的，因为当他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就像我刚才这样讲的，亏他不知道为什么亏，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赚啊。当这种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他就会整世人会一直在就是在可能责怪别人啊，可能在懊悔啊。但是如果你是经过独立思考的话，是任何的决定你都会自己是全然去接受的。然后第二个的我要讲的就是那个建议的，就是你要相信是自己是有选择权的。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可能在资源上的不足或是背景上的不足的话，他们就会说因为这个状况，所以我被逼就是因为我家里没有资源，所以我的现在工很烂，我都要继续做下去他们就是也倾向于limit自己的一个这个思维。但是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说是你先告诉自己你是有选择权的，OK， 是家庭背景你不能控制，但是什么东西是你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选择要不要继续这个情况。这样当你已经知道我有选择权，我不要继续这个情况，这样它一定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的。这样你能不能去接受这个结果？当你能去接受这个结果的话，你就已经是做出改变了。就我给一个例子就是说，可能就是讲，家里有人赌博欠很多人的钱我爸爸赌博，我爸爸是一个赌徒，我家里欠很多钱，所以我被逼要帮我爸爸还钱，造成我财务上面很困难就是很多人就会道德绑架嘛，就讲你是孩子你应该要帮爸爸还钱的然后你自己也会就是会限制自己说我没有得选。但是你在真正去想，理性去想 OK， 刚才是感性的一面，你觉得你没有得选，你再去理性的去想回去有得选你就是可以选择不要还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嘛。然后当你不要帮爸爸还钱的时候，爸爸会出现什么后果，你其实也是预想得到的。你能不能去接受这个后果？当你能去接受它的话其实你的人生就从此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建议，第一是独立思考，第二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有选择的。只要这两个东西是你一个中心思想的话你的路其实会越走越顺了，你不会再内耗简单来讲，你不会再内耗。那么永达，如果能够回到10年前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如果回到10年前，其实我蛮多东西要对我自己讲的。但是如果你是讲回理财跟投资这一块的话其实我回到10年前的话，我想对我自己讲的就是你有无限的可能，就是在工作和事业上你有无限的可能，或者是人生的机遇上有无限的可能。所以那10年前的那个时候，我就不希望套路太多的那一个长期的 commitment， 就是说买房子这一类呢，就10年前的，其实我也买了蛮多的房子，就是因为房子的这些 commitment 令到我在事业上的一些决定我会裹足不前。所以如果回到10年前的话，我会建议年轻人看回我这个经历，回到当你年轻，你有本钱，你有自由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在你身上绑太多的长期的一些 commitment， 它会令你的心态，做任何事情的心态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OK， 这样永达，我们来聊一下你的书了，富足理财。永达，你能介绍一下你的书吗？ OK， 我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这本富足理财的就是我那个副标题有讲的，就是零大夫妻给上班族的一个理财忠告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的，主要这本书是写给就是我们广大的那个上班族了哈。所以里面也大概有4大章节了哈。第一个我会讲的就是积极理财，积极理财理财一定要积极，它不能是被动的但是投资就可以是被动。所以第2个章节我会专注在简单投资，就包括刚才有讲到的这些 ETF 我会把这些观念跟这些知识都是有出现在这本书里面的。然后第3的就是讲这的就是本业嘛，所以本业的第3章节我的那个主题就会讲的是努力工作。OK， 工作呢就真的是要放精神跟放那个时间，跟要投资自己所以这一个章节我会告诉你了，就是很多人讲的就是有其中一个章节就是讲我应该要follow 我的兴趣还是 follow 我的能力这些我会给一些解答的。最后的就是那个心灵上面的一些改变最后一个章节我是讲这是极简生活因为5年前开始我接触了极简，就是因为极简我才接触了被动投资所以我整个生活我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也希望能透过这本书来宣导一下极简的一个主义怎样会令你把注重外部变成注重内部就注重你的内心所要的一切东西这样你就不会去跟人比较了的这个就是这一本书就会我想要带出来的一些资讯所以这本书就是集结了我过去15年的种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经验。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利用一个可能前辈的身份，把这些经验给到刚刚出来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当他们能吸取到这些经验，再加上他们自己独立思考去分析过后，他们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路我接下来10到15年我的黄金时期应该要怎样去走。在今天分享，我也相信听众他们应该也是可以听到永达在于一些东西的时候是讲得很真诚，而且是在于真的是发自你的自己的心得和经验的。所以这本书我也很建议听众他们可以去看，认真的去看，我相信必定会从中得到所得。可是如果讲说听众他们如果有兴趣他想要去购买这本书，他们可以在哪里买得到呢？这本书的话是出版商有在 Lazada 有在 Shopee， 他们有一个网店就你就打富足理财了就在 Lazada Shopee 都可以找得到的如果是说你去书局的话，就是Popular 里面也有在卖这本书。那么永达在你的 blog 里面你有提到就是琳达夫妇10年100万之路，然后有提到就是这个普通人也可以复制的一个成功模式。其实我很好奇永达你一持续去分享，其实你的动力来自于什么呢？然后你想要传达给大众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先讲这个琳达夫妻的10年100万之路啦。其实它是我尝试在做的一个实验来的就是这个投资的 portfolio， 我会在我的那个 Facebook 那一边，就是我们的专业那一边，我会有一个主题，就是这个10年100万。这10年100万就是顾名思义啦，就是讲它是小林的其中一个投资的 portfolio 来的。我要利用这个主题是来展示给大众看，我们是怎样利用被动投资去累积这个100万在10年里面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你看外面的那个社会是很多五花八门其实眼花缭乱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每一个投资的人他都只会展现，不是说全部啦，大多他只会展现他赚钱的那一个时刻，但是他不会跟你讲这个赚钱的他投资了多少钱，他不会跟你讲这个赚钱的其实他投资了多久，他甚至不会跟你讲在他赚这个钱之前他有没有亏过任何钱。他就是因为是要吸引那个眼球嘛更可恶的就是那些咕噜咯就是他就是因为年轻人就是很喜欢被这种赚钱的东西吸引的，他就是只是放赚钱的。这样既然我是要宣导这个 ETF 我就要做到的就是我想要透过这个的就是做到的就是透明公开，让我们观众就是让我们的 follower 读者能一步一步看着我们的那个过程。当这个过程好和坏我都会公开的，就是一些时候是赚钱，一些时候是亏钱，但是我们是每个月都会定时定期都会进去投资这个 ETF 的。OK， 这样
我希望能带出的一个东西，无论那个结果10年后的结果是好还是坏，我要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讲的是，给大众看我们所学习的这个被动投资是其实就是有那个可能性的存在就是做得到的一个东西，而这个过程中是一定是有上有下的，是要接受这个上下这个东西的，就好像我们就好像我们的人生这样，我们一定是好像 roller coaster 这样，我们一定上一定下有上有起有落的，所以投资也是一样的东西。这样观众能全程参与的话是，如果10年后啦，我们真的是有信心能做如果10年过后能达到这个100万的这个目标我相信这一个成绩是对我以后宣导这个 ETF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绩。它会带出的效果会更加的大。这样很多人就会问，这样你一直这样宣导这个就有问我了，就是你一直宣导这个ETF 这个被动投资然后专注在本业其实你的理念是为了什么东西的 ？OK， 其实理念我有3大个理念啦，或者是你也可以讲是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啦。理想主义者，我理想中的一个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就是第一，就是每个人都会把精神跟时间专注在他自己擅长的地方上面。你可以看得到我们社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迷上了投机或者是任何的投资他一迷上了，他一上瘾的话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来的。他吃饭也看，睡觉也看，陪父母也看。然后就陪孩子玩他也一直在专注在这个股市。其实这是对社会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你可以想象这个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我给你一个例子啦，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是要把时间放在本业，因为本业才是对社会产生价值的一个地方来的。一个例子来说，你看你生病的话，你去找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是他有时间的时候，他不是研究你的病情的，他一有时间他就打开电话看他今天的股票赚了多少钱。你对这个医生会有信心吗？没有了。对，这个就是我们社会在发生的一个事情来的，就是太多人沉迷在里面了，出不到来，所以才造成是每个人的那个发展就都肯定那个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我能看到的一个社会 ，OK？ 这样你孩子长大的过程，你一路陪伴着他，其实这个整个社会就很幸福了的第二个我想要看到的那个我想象中的那个理想的社会就是诈骗咕噜甚至是主动投资这个行业是慢慢的去消失或是减少其实它也是可以通过被动投资去达成这个理想世界。我认为的理想世界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其实不是讲那些因为金融行业它本身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行业来的就是它里面的利益是很复杂的每个人都想要从金融那边得到一些利益的，就包括基金公司包括任何的投资银行这些 OK。 但是其实它对大众刚才我讲的，其实巴菲特也是有讲了的，只要我们被动的把投资放在一个低成本的那个基金那个指数基金就已经解决完我们一生的那个投资了的。这样他们金融行业的这些角色的那个用处它就不大了的，它还是可以存在，它就去 serve， 它就去服务那些高资产的人士，因为他们的资产很多需要人家帮忙去处理。但是对于我们普罗大众来讲的话，其实有被动投资这一块已经是可以解决完我们投资的任何的问题了的。然后再讲回了那个咕噜，其实他们的存在是我不是讲全部的咕噜啦，我只是通常都会比较针对的就是投资领域的一些咕噜，他们就会把本来相对简单的一个投资，是因为 ETF 的发明就是已经是解决我们普罗大众的这个投资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了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的把投资复杂化这样投资复杂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相信他，这样你才会持续的把学费交给他。这样
如果 ETF 一在我们的 Malaysia 一普及的话，是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资源放回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放在咕噜的身上了。这个是我第二个想象的，就是这个我第一个，OK， 然后最后的就看回这个诈骗这一块就是ETF， 如果每一个人都相信这个 ETF，I mean 就是有这个信念，就是讲ETF 就是能产生一个合理的回报 ，OK， 这样你看就没有人再去追求什么不合理的回报了。这样相对来讲的话，诈骗集团没有利益的情况下他们也不会再去做了的，就对吗？这个是一个逻辑来的，就是说，当我要诈骗的人，他是一个追求市场回报而不是追求不合理回报的一个人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下手的。这样每一个人如果是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啦，我们可以看到的社会是诈骗的案件一定是越来越少了。最后一点，我最理想中的那个社会是怎样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经济的受益者。这个怎么说呢？你看刚才我讲的就是女性她们可能比较趋向于保守，所以她们选择一世人都不去做投资甚至可能男性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这样当他们不参与到这个经济的增长的话，他们就是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受害者所以我想要带出的就是讲他们不参与，可能他们认为投资是一个很复杂的，就很难懂，学不会，学不好，或者是给人骗种种这些发生的会造成他们对投资是没有信心，或者是没有一个信任感。所以我希望能通过 ETF 是来重拾或者是来激发他们对于投资的这个信心和信念。你只要透过这个被动投资的话你就是会参与，就刚才我讲的就是 S&P 500， 你有一部分的钱在这500家公司里面，然后这500家公司它做全世界的生意，然后这全世界再从全世界里面的生意赚到的钱再分回给大家。这样你看得到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是参与到这个经济的增长当中。所以这个是我最想这3个点里面是最想带出来的一个理念也只有通过简单的这个被动投资在 ETF 这个可能性才会有。就是它虽然我这个理想的社会它的机会现在看起来不大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继续这样宣导这个 ETF 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受益者。这样的话就会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一些人生财务上的问题了，简单来讲。市场需要更多的被教育和被普及化。对，没错。那么永达，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是你有做不定时的在做这个慈善被动投资分享会嘛，学习会。这样听到这里的听众可能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想要学习 ETF 的实际操作化，你接下来什么时候还会办这样子一个学习会呢？我这个学习会这个学习会刚才有讲的是一个慈善的性质啦，就是说也不是讲完全免费你就可以进来学习的。我就是会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要捐钱给一个慈善机构我们选定的慈善机构是那个 Hope， 就是那个收留那个流浪狗的那个中心，它是一个有政府license的一个慈善机构来的。所以要参加这个学习会的话，首先就是要向他们捐款，而那个捐款的数额其实也不大了，暂时我还是 set 在大概是一本书的这个价钱因为什么是一本书的价钱呢？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认为啦，其实学习好一生人的投资不需要几千块几万块的学费的，就是一本书的价钱就已经是可以学好了，所以我就 set 在大概是一本书的价钱。然后至于它是几时会举办的话这个是不定期的，我们是看市场的反应的。但是我自己的一个理念一个愿景我们做这个琳达夫妻这个 blog 这个愿景，我们有一个愿景，就是我们在2033年之前，就是大概一个10年，就是接近10年的时间，我们想要影响1万个人，通过被动投资来实现他们最大的价值，
就是把时间跟精神啊放在更有价值的事情上面，这个是我们的愿景啊。然后不定期咯，就是刚才说的不定期咯，就是市场需要我们的话，我们也是会一直办下去的。如果听众想要报名的话，他们可以这样报名。我在我的那个网站啊，我们琳达夫妻有一个网站的，我那边就会有一个 waiting list 啊，因为不定期嘛，我也 set 不到那个日期的，我不知道是几时的，所以我都会可以去那个网站那边填那个 waiting list， 只要我确认了那个学习会的日期过后，我就会发一封 email 给全部有在 waiting list 的就是人，他们就可以来参加报名啊。像我们把那个 link 放在我们 video description 下面呢，可以，好。所以有兴趣的听众他们可以去报名，去加入那个 waiting list。这样最后了，永达，对于有些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事业的一个十字路口了，他们正在做这人生重要的一些抉择，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如果是讲投资的话，刚才也是讲到七七八八了啦。我就是在讲更上一层的一个我想要讲就是内心想要传达给年轻人的一句话啦。你看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是他们觉得迷茫，他们不知道方向应该要去哪里。很多时候就是其实是可能可能他们一方面可能是跟财务有关系一方面可能就是工作上面也是可能发展的不好。OK， 我看到比较多的问题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他们会缺少，刚才三餐温饱已经是不是问题了的，他们现在缺少的一样东西这个我甚至是讲比刚才我讲的任何是 skill 还是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他们自我肯定的这个能力这个就跟投资理财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了。OK， 在英文来讲，我们这个叫 self respect。self respect 的意思 ，OK， 这样你 direct 翻译就是讲，我尊重我自己 ，OK。但是我更正确的来讲的话，是华语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自爱感，就是你爱自己。所以爱自己的话它是怎样的一个代表？我先讲不爱自己的人他是怎样的。不爱自己的人他就是别人有我也要有，别人赚的比自己多钱，我赚很少钱，我就觉得我很焦虑。别人光鲜亮丽，我觉得我自己很焦虑。别人买得起那个名车，我觉得我自己很焦虑你看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外在影响他的。OK， 这些我会说的就是一个很自爱感会比较低的一群人来的。所以现在社会是最重要的能力是在这个自爱感，你要想办法怎样去提高这个自爱感。所谓的自爱感就是别人有什么，别人拥有什么，他赚多少，他有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I don't care。 OK， 所谓的自爱就是我自己内心清楚我自己要什么，我的方向是什么，我要去哪里，然后我怎样去达成，用什么方法，这是向内看的而不是向外看的就是刚才跟那个什么独立思考有关系的。 OK，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自爱感这么重要其实我身边就有一个例子就是小玲，就是我自己的太太我是在她身上学到这个东西自爱感的小玲还是你可以讲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的。我每次跟她讲你看看这个谁就是买了什么就是可能奢侈品，我会羡慕的，就是以前的我会羡慕的，我以前也是追求这些奢侈品的。但是对他来讲，他就是一如既往的，他讲别人有什么不关我事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一点，就是他无时无刻他都是会处在于幸福的状态的因为他不会跟人家攀比，因为不幸福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在攀比心那边，就是你一跟人家攀比，人家有你没有，你就觉得不幸福。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现在的年轻人是十字路口，先看这一块去先对自己有信心，先去想如何去爱自己，然后要从内心去看自己，不要受外部的影响。我觉得
对于你整世人的任何一个决定啊，接下来的人生啊，都是会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